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上下班时候的壮观景象。这一个个的工人背后撑起的可是一个个的小家，他们用辛勤的技术和汗水换来了中国造船占全球70%的份额。但这次的关税战必将影响以造船厂为代表的这些家庭的生计。而前段时间美股大跌也代表了投资者正在撤离美国，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也正在大幅降低。s'est passé ces derniers jours,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joue contre la confiance dans la devise américaine. That means that investors are pulling out of the U.S. market. 总之，关税战就是双输。国际贸易本来就是为了全球供应链的合理化。如果现在要突然改变这种格局，必将带来巨大的阵痛。但这种阵痛显然不是对那些衣食无忧的政客们的而是普通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关税大战谁是真正的受害者？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4月份以来，全球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美国发起的这个关税大战了，而这又剑指中国。我先简述一下这个过程4月2日，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从而可以绕过国会调整关税政策，对所有国家进口商品实施10%的基础关税，并对60多个经济体补充了额外的关税。其中对中国加征34%，这就使得中国商品的关税由原来的20%左右上升到54%。4月3日，欧盟的领导人就批评美国的这个单边关税政策，认为它破坏了多边的贸易规则。越南政府强烈反对特朗普的高额关税，警告此举将严重损害越南的出口。那日本首相呢就呼吁美方要重新考虑一下以避免损害双边贸易关系和本国的经济稳定。4月4号。在其他国家还没有人宣布反制的时候，中国宣布对所有的美国商品加征34%的反制关税，并且对美国在意的稀土等部分资源进行了出口管制。这个措施将在4月10号起生效，作为对美方关税升级的一个直接回应。4月7号呢，特朗普就宣布中方如果不取消34%的报复性关税，那么将对中国加征50%额外关税，使总关税达到了104%。那中国外交部马上做出回应，国新办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美国东部时间的4月8日，那美方又正式宣布对中国的额外关税正式实施，总关税达到了104%。同日，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对等征收25%的关税措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的0时1点来生效。4月9号，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了公告。4月10号的12点01分起，中方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也加征50%的关税税率，由34%提高到84%。美国时间当天下午，越南副总理胡德福第一时间飞到了美国，与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盛顿会晤，双方同意最大限度减少两国商品的非关税壁垒，为美企加强对越投资创造便利条件。当天的晚些时候，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关税进一步提高至125%，并强调这个严厉的措施只针对中国。好家伙！同时呢，对其他的国家延缓90天执行，统一调整为10%的政策。那4月10号，欧盟的27个成员国投票表决通过了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25%关税的反制措施，并且表示将对后续的关税问题展开谈判。4月11号，中国进一步宣布将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原来的84%提升到125%，并且表示若美方继续提高关税，中方将不再理会。目前新关税将自4月12号开始生效，这就是到目前为止关税大战的概要情况。矛盾集中在中美双方的你来我往，你加34，我加34，你50，我50，你31，我41有人说这看着挺过瘾的，有人说呢，就像小孩子赌气吵架。全球人民也算是见证了历史，整个过程就反映出多方，尤其是中美之间以关税为工具进行你来我往的升级对抗。而欧盟呢、越南日本各自针对特朗普的举措都纷纷提出了批评或者采取性报复措施或者妥协形成了各方在各自利益和经济状况下不同的应对策略。但不得不说，双方互加关税好像是两国都非常的霸气强硬，谁也不惧谁。但关税正如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很多普通人身上，就将会是一座大山。这座山现在看着远远的还没有压过来，很多人还没有感觉到痛也不是股市里的很多人就感觉到了痛对，前一阵子
就不少股市投资者都感到非常的绝望。对于那些融资加了杠杆的，那这种连续的暴跌，那有不少爆仓血本无归的。这几天股市有所反弹，算是暂时缓了一口气儿。但是如果这个关税大战没有得到妥善的谈判解决，股市仍旧会延续这个下跌趋势。而且即使不投资股市，很多普通人的命运也难逃一劫。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关税大战最后是谁承担了后果。中国某个智库的副主任高志凯接受美国电视台连线采访，女主持人就提到说中国将失去美国市场。那高先生呢就泰然自若的就说我们不在乎，中国5000年历史，大多数时候没有美国呢，我们活下来了。如果美国欺负中国没关系没有美国，那我们会再活5000年。很多人说真解气怼得真好，这过家家似的，一路加到125%，真是儿戏特朗普已经成为了笑话，没有美国，那中国一样活得很好也许会比现在更好呢。中国人什么没有经历过？过去遇到过很多比这更糟糕的事儿要打就奉陪到底。但是这些人有没有想过这中间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又是谁在付出代价？如果说以前大家可以忍一忍但现在经过了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中国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已经大大提升，又有谁会愿意去成为这个代价呢？所以也有一些人就犀利地指出高先生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付出代价的不是因他和他的家人。我们知道中美两国长期以来都是彼此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的商品就主要包括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服装和家具等等，而中国呢，则从美国进口大量的农产品，像大豆部分汽车以及高端的技术设备。这样的贸易结构就决定了关税调整将对双方产生不对称的影响。先抛开政府之间的这个情绪宣泄，我们就先来问一个最直白的问题：谁才是真正拿钱来填补这口子的人？答案或许比你想象的更残酷，而且更具讽刺意味。贸易战通常被表面上说成是保护本国的产业、保卫就业的一个盾牌，但实际上这把关税大锤就狠狠砸在了普通民众的餐桌上，以及那些本来已经风雨飘摇的小微企业身上。首先，普通消费者是最终的承担隐形税的承担者，关税增高并不会自动由出口国企业支付这个成本，而因为跨国企业最擅长做的呢，就是将额外的这个成本转嫁给终端消费者。可以直截了当的说，如果你下次在超市买到进口产品或者日用品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价格上涨很大，那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那一轮轮冰冷刺骨的关税加成。对美国家庭来说，那些本来收入就在承受日益严峻生活压力的人群，将不得不为这些保护政策掏出更多的钱。结果就是富裕的人还能在更多的渠道中寻找更优质或者价格更低的选择，而中低收入群体只有无奈接受物价的不断攀升。简言之，这关税政策把经济的这个稀释剂直接泵到了普通家庭的血液里，使得每一分钱似乎都在为特朗普的竞选政治目标买单。中国的消费者相对好一些因为本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已经面临着生产过剩的问题，现在失去了美国这个最大的单一客户，那只能导致商家越来越卷，价格越来越低。这对于铁饭碗体制内的人还未必是坏事呢毕竟收入是旱涝保收嘛。而消费品的这个价格又降低了，但这意味着很多中小企业就失去美国客户的，就可能出现卷不动撑不下去的倒闭潮。这也意味着又一波的失业潮，让本来就尚未走出泥潭的中国经济就可能就业就更加恶化，那一些家庭的经济状况就面临崩溃。其次，中小企业就可能陷入绝境，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它都有能力将成本转嫁大型的跨国公司或许可以通过压榨供应链的中游，再利用规模效应来分摊风险，但面对激增的关税成本，许多中小企业只能苦苦支撑。在美国很多零售商和批发商发现，原本价格稳定的家电、电子产品，因为关税就不断涨价，导致利润空间被挤压。竞争对手却通过这个集中采购，降低其他成本来转嫁这个损失。那小商家无奈只能看着市场份额流失，比如你看亚马逊就可能会越来越强大，那中小商家就可能从市场中消失。美国的部分消费者以前可能会因为便利去选择一些价格可能成本略高的一些中小商家，但当亚马逊之类的企业由于强大的供应链的优势
还有拉开了这个价格差距优势之后，那这些消费者肯定就会涌向那些规模优势、价格低廉的这些大零售商，中小企业基本上没啥活路。在中国，出口企业，尤其是那些依赖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这些工厂，就没有办法迅速找到本地的替代品，生产成本骤然飙升，不仅订单大幅缩水啊，还导致一些中低端制造业陷入被迫转型的困局。那这种情况下呢，中小企业的这个生存空间就被大大缩小了，他们要么选择忍痛关门，要么勉强维持运营。这不仅让近几年本来就战战兢兢的企业家那更为雪上加霜，也对中国整个产业链的稳定和就业市场造成了长期的冲击。而对企业家的这个冲击啊，最后也一定会传导到就业的员工身上。降薪裁员免不了的。以前都说企业家怎么996啊，剥削员工啊，现在反而都在说要对自己的老板好一点，让老板能够经营下去。是啊，你看现在毕竟你看央企国企的铁饭碗就那么多嘛，民营企业其实是吸收就业岗位最多的一个企业群体。如果随着这个关税大战深入下去，国企的这个铁饭碗也将不铁了。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个国企下岗现象，也许再度降临。对于参与关税大战的各国领导人来说也是有了巨大的风险的。以发起关税大战的这特朗普来说，喜欢拿贸易战来做文章，用强硬姿态博取选民的眼球，但他肯定没有预料到，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呢，美国股市暴跌，另一方面，他大概率还会想着中方呢，本来会像上次一样过来和他签协议，是吧？谈出一个占便宜的方案，让他展示自己的手段和强硬。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发动贸易战的时候，20%的关税，双方就磋商了大半年，一共5轮才勉强谈出一个协议。现在看当年那20%的关税，那不就是毛毛雨吗？就一个小数字。现在谈都不谈，就直接就是干就没有进行什么降温直接硬刚拉满强度，34%就加回去了。这说明中国的高层已经对美国不抱任何幻想了。就一是这几年已经做了一些预案，二是呢，国内的局面现在也极其的复杂，估计也没心思去去谈判了，带着情绪就怼回去。这实际上政治家其实往往也乐于在政策上打这种牌面因为可以短期转移国内的经济、就业一些不满的情绪，把矛头就指向外部的敌人。但同时这长期的通货膨胀和市场的不确定性长期这个累积下来政治家的这个压力只会越来越大，面临着必须做出妥协的局面。所以再次走到谈判桌前是极大概率事件。最后双方撤回某些激进的措施，但在达成协议之前受伤的就是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主了。那预测到了这一点，是不是也意味着股市将有一大波大幅度的反弹呀？没错呀，只要双方开始走上谈判桌，就不用等结果股市必将大幅反弹。但同时呢，还要提防这个谈判结果周期长，或者是结果不如预期呢，那如果股市反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是要撤出市场，静观其变，现金为王，等待更好的机会。再来说说这个全球的供应链，这一场关税大战实际上并非中美两国之间的孤岛对决，而是搅动了全球的供应链。很多在全球市场中扮演着中间商加工厂还有物流服务提供者的这些小企业，成为了被牵连的无辜者。因为美国宣布要对来自于中国的零部件或者包含这些零部件的其他国家的产品也征收和中国一样的关税。当关税成为这个贸易战的工具的时候，全球供应链的这个流畅性被迫中断，导致原材料零部件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就会大幅上升。结果就是所有参与这个链条的企业，从进口商到最终的零售商，都加码了一份额外的难以摊平的一个负担。那这么搞下去的话，供应链中的所有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每个环节都存在着被关税拖累的风险这会形成一个难以逃脱的链条效应。可是这感觉就这样通过关税政策，然后来形成一种经济上的长臂管辖呀。是你看，估计这个效应是特朗普之前也没有料到的吧。总的来说这关税就是一把双刃剑，刺得最深，痛得最厉害的永远是普通的消费者和那些缺乏强大谈判资本的中小企业。美国的中产家庭每个月以后都要看到超市账单上上涨的数字了，而中国的小工厂、小企业则因为订单骤减就愁眉苦脸了。双方看似在博弈，实则在互相挤压，
彼此最薄弱的这部分。贸易战最终撕裂的是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也是经济中最为脆弱的那群人啊。对于这些真正的受害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轻描淡写的几个价格波动而已，而是一场深刻的而持久的经济危机啊。是时代的灰尘转化为的一座大山，会侵蚀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加重市场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全球贸易链条上的所有人都在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几乎没有人是贸易冲突的最终赢家。马斯克显然也因为这次出乎意料的关税大战呢，毅然就站在了以往的亲密战友特朗普的对立面。马斯克冲动归冲动啊，但是毕竟他是真理性。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